各位網友，大家好！玩書走天涯，走進歷史，走出現實啊！玩書呢，花了大半年的時間啊，不就有一年呢，一直在看這個丘吉爾的《二戰回錄》。那麼今天呢，看完了啊，跟大家分享一下玩書的這個讀書心得啊，然後通過這個看回憶錄啊，幹嘛呢？玩書上一個很現實的目的啊，就是為什麼讀丘吉爾的書呢？那丘吉爾的偉大，他不在于他是一個當年的英國首相，他有這個政治家的身份，那政治家多了去了，是吧？不僅是因為他這個獲得了憑這本書啊，獲得了這個諾貝爾文學獎啊，當然。二戰時候參加大戰的三個大國啊，英國、美國、這個俄國兩大巨頭啊，一個是剛打完了啊，這個斯大林就走了啊，這個羅斯福還沒打完都已經走了，所以只剩下丘吉爾可以記錄歷史，是吧？當然，丘吉爾還有很多個性是玩書喜歡的，比方說他的抽煙喝酒啊，是吧？風流倜儻啊，玩書蠻佩服啊。但是這都不關鍵，關鍵在什麼地方呢？在於他的遠見卓識啊。比方說他發布了，在1950幾年嘛，發布了鐵幕演說，揭開了東西方的這種冷戰的鐵幕。有他的遠見，在一戰結束之後，二戰沒開打之前，就認定德國將是歐洲的敵人，也是有遠見。那為什麼這個遠見我覺得很寶貴呢？就是代表着智慧嘛。你像玩書讀這個查理芒格的書，讀巴菲特的書，幹嘛呢？也非常現實，也就是說希望學習他們的投資智慧，是吧？在老年生活中間，我在投資方面也能夠這個學一點招數，對吧？你看去年學了一下子哈，這投資回報就不錯，對不對？一年搞個1%-20%，對吧？所以呢，有這個目的啊，好不好？這個不揣淺漏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願意聽的可以看到最後啊。那麼這個丘吉爾呢，我覺得呢，他的這種智慧啊，可以讓我們來預判，從二戰來預判目前三戰未來的世界大事，在世界的大變局中間，我們能不能獨善其身，保住自己的避免到了斬殺線之下，對吧？对吧？我觉得很多中國的朋友不一定看得清楚，对吧？我在國內很多親友，是吧？我說了，這個未來你還有很大的下降空間啊！不要以為到了人生的低谷，對吧？就是因為有了斬殺線，現在談起來了吧？那我首先聊一下看這個丘吉爾二戰回憶錄啊，他這個長篇大論，包括很多這個書信來往啊，包括戰爭的，他作為這個相當於是這個首相嘛。也戰爭大臣啊，這個跟他的下面的各個這個軍事首腦啊，這個發布的信函啊、電報啊都在裡面，所以呢，有點這個鬍子眉毛一把抓，它都在裡面。你要看很細，它有很細的這個軍事史實的一些材料，當然可能該保密的保密了，不該保密它全部公布了，所以大量的史實，那消化起來看起來也是讀得蠻費勁兒啊，量太大了，他也沒有完全很好的整理，是吧？這個畢竟他這個年紀大了嘛，是吧？又是政治家啊，可以理解，好不好？難得啊，有機會大家可以去看看這本書啊，《二戰回憶錄》。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看的這個體會啊，就是首先我帶了一個問題，就是為什麼德國當年不打英國，而去打俄國，沒把英國吃下來？打了一下沒吃下來，為什麼沒有什麼英人三島沒有去這個登陸作戰呢？這個問題我一直想不清楚啊，跟大家分享一下啊。在看我視頻的台灣朋友可以借鑑一下，為什麼這個當年德國沒有打英國，是因為登陸作戰太複雜太難了。丘吉爾曾經分析，如果10萬第一次登陸上島，英人三島的上去10萬德軍，英國人沒問題把他們全部吃下。
就跟當年那個共軍登陸這個台灣的古寧頭一樣的，上去了就據說是9000人，那分分鐘吃下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打仗靠的是後勤，就你上去這麼多人，當然上去不容易，你要有這個登陸艦只啊，同時要上啊，你不能說一個一個上，那不都送死？跟送死有什麼差別呢？你上來一個艦是吧？你艦把你幹掉了，一起上，大型的登陸艦要一大批。當然現在的現代化很發達啊，這個可以中國可以造得出來，但你一上去也就10萬人規模，10萬人之後，人家是這個叫什麼守株待兔，對不對？那第一輪的交鋒會把你的10萬人幹掉一大部分，那你就是負隅頑抗。如果後面當年的海軍這塊，英國是海軍，那是在稱霸全球，我的海軍的艦船讓你的後援上不去。你能上去10萬就是被動挨打的，就武器打沒了，吃的打沒了，打2天打3天是吧？那把你一包圍，你就缴槍投降，要麼就全部消滅了。所以你10萬人沒什麼用。英國都已经做過多少次戰場演練，它海岸線很長，它不需要每個地方都守，它後面留一個機動部隊，比方說有個4、5萬人。你這個登陸之後，他的4萬人調過來，前面先抵擋一下，你先進來了嗎？然後把你一包圍。啊，你後面糧食彈藥一斷絕，你撐不了幾天。這就是後來為什麼丘吉爾一直對這個盟軍在諾曼底登陸啊，也覺得登陸風險很大。為什麼呢？一旦被包餃子啊，這個是後面這個後勤運輸跟不上啊，那損失慘重。那二戰結束又往後推幾年，所以丘吉爾一直是心懷忐忑的。好在美國的實力太大了，這個軍艦這個登陸艦太多了，人也太多了，是吧？那個並且上面的制空權被占住了，制空權全是這個盟軍的。後勤源源不斷，那當然就沒問題了。德軍那時候已經是有點這個窮途末路的日子了啊。那鼎盛時期你要登陸德國的話，登陸法國的話，那你肯定是不行的，是吧？那你這到底這死很多人啊。所以呢，我覺得這個很有意思啊，這個台灣可以借鑑啊，對吧？你這個登陸，他一過來，上面飛機炸，首先炸掉一大半，是吧？然後這個上島之後，再一個包餃子，然後是再一搞，那起碼一上來現在的20萬人，20萬搞不好也還打不贏，就這樣一個非常風險非常大的一個事兒。所以海峽啊，那比那個當年那個法國那個是吧？這個諾曼底那個海峽可能這個更難一點，對吧？所以這個難度比較大。再一個關注一個什麼事兒，就是當年敦刻爾克啊，為什麼德軍沒有去包圍它？已經包圍了，沒什麼幹掉這個當時的英法對吧？聯軍有個這個20多萬人，那為什麼沒把它幹掉啊？很有意思啊！後來看了歷史才知道為什麼呢？因為當年希特勒認為你派人去打那個20萬人是吧？那是困獸猶鬥是吧？那我們得消耗不少人。有個很簡單的辦法，上面制空權我們有飛機炸就完了，你把它一炸，在下面稀里嘩啦那幾十萬人的搞到一大坨裡面，那炸也很好炸。那確實後來德軍就炸，但是發现一個什麼很蹊蹺的事兒呢？真是你不看那個二戰回憶錄啊，不看丘吉爾，你根本想不到他那個炸彈落這個沙灘上掀不起浪，就是等於是炸了白炸。估計這個沙子啊和這個水啊滲透起來之後，那個炸彈落下去之後一崩，它崩不起來，所以你個炸彈落在腳旁邊也没把人炸死，所以这個炸彈廢了。你不能炸彈正好一炸把完叔的頭上炸破了，那個概率更小。你炸那個爆炸，一爆炸它爆炸不了，它爆炸威力太小了，你那旁邊走個人1米之外都炸不上。到這種程度，你說可不可笑？我不知道是德國的炸彈有問題，還是這個沙子、這個水跟那混攪在一起有，这个是老天爺開眼啊，保護了這個保護了這個英國和英法聯軍啊，就是啊，20-30萬人呢，就是這5天時間從敦刻爾克撤退了，沒這20-30萬人靠什麼打？後來對不對？所以這個是老天爺開眼，這是你不看那個現實也是，不看那個歷史也是不知道的哈。所以經常要走進歷史，才能走出現實。
很有意思啊。另外呢，就是当年德國去炸英國倫敦的时候，那本来也炸的是应该是稀里哗啦，把倫敦，对不对？那种高强度的这个炸弹呐，是吧？凭什麼又沒把英國人炸服氣呢？是因為當時英國發現德國呢，他搞了個射速技術，就是說那個飛機飛過去之後，晚上天上一抹黑，你看不到下面，搞不好就炸彈就扔錯了，沒有 GPS 定位，當時，所以他們考了個射速技術，這個呢，相當於密碼一樣的，被這個英國破了。英國人搞個假射速，把它印到那個倫敦的郊區去了，就讓你飛機往倫敦郊區飛，嘣，炸的郊區，落到農田裡面的白扔炸彈的，搞的這一招啊，德國人不知道，開始不知道，起碼開始不知道啊，炸是吧？然後呢，這個讓英國人躲過一劫啊，很有意思啊。他們當時這個司令部裡面還傳出什麼消息，都是大家有司令部有這個權限比較高的這個軍官的知道這個事兒。哎，就是這個把射速啊，這個引導到了一個地方，還有一軍官不知道啊，這個周末好不容易把家裡妻子、老婆、孩子這個送到郊區去，郊區挨炸了，他覺得這個到禮拜一上班就覺得很奇怪，怎麼這是倫敦不炸的郊區，我把老婆孩子好不容易搞到郊區去啊，所以在中午吃飯的時候聊出這種不舒服的事兒啊，是吧？旁邊的軍官高階的呢，還不能跟他說，說了屬於泄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很有的意思啊。那麼這個整個二戰，我們中觀二戰了，最後勝利是靠美國啊，那沒有的日本的當時那個這個豬隊友一炸珍珠港，完了美國人參不了戰。所以這個民主國家，我跟你說，打起仗來也是這個頹廢的很。那個是因為他都老百姓怕死，不願意參戰。我們美國管好美國，不管歐洲的事兒，我們把自己發展好，每天過點小日子啊，人都這麼想的，是不是？你看當年這個英國打完仗之後，丘吉爾連斯大林都認為丘吉爾還會連任啊，丘吉爾也是志得意滿，最後選票出來，大比例落選。丘吉爾後來也是一氣之下，1小時不想多待了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他覺得他為了英國百姓，為了英國國王，嘔心瀝血。那幾年真是很難熬，那真是一般人熬不住的話就投降了，啊！當年法國的一些將軍都動員這個丘吉爾啊，我們法國抵抗了3週，你了不起3個月吧，是不是？你這最後還是投降，像這個德國人，像你那個小雞脖子一樣，一擰就把你擰斷了，你還打什麼打呢？所以這一點我們完輸，我們要佩服丘吉爾，沒有丘吉爾啊，那這個二戰後的版圖，那我跟你講，那就是大家都說德語了啊，法國最早的投降了嘛。啊，以上觀點講的不對地方，請大家和玩叔互動，打在屏幕下方，謝謝大家。讓你能夠聽到我的心，什麼時候也能把我想起。